好学猫。Why don't we call it forward?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练习生丙星星。我最近开始上班了嘛，终于久违的体验到了什么是工作日忙到停不下来。回家的时间突然一下子变得好短，吃完饭之后再收拾收拾，没多久就到9点钟甚至10点钟需要去睡觉了。我的个人的时间呢，也一下子被占据了一大半。而作为打工人的我们，其实非常需要的就是喘息的时刻。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能量的补充，我们需要去回血。那如何去帮助我们自己更好的去拥有有质量的休息，以及在周末的时候去获得超级大的能量补充呢？和大家去分享我的6种方法。 Maybe you're just way too vain to be interesting. Baby, keep talking, but nobody's listening. 首先一点也是非常核心的，就是改正我们厌学厌班的心情，去及时的做调整。有时候呢，你总觉得非常的累，甚至会极度的去期待周末的到来。每天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数啊，今天已经周3了哦，还有2天，再熬2天就到周末了。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心情就跟上坟了一样难受。就像是之前我表哥他来我们家去玩的时候，他在周6的下午就开始说，怎么还有30多个小时周末就要结束了，就要上班了呢？那个时候我听到他说这些话，我都觉得还挺震惊的。就对于他来说，这个周末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宝贵到说要精确到每一个小时都要充分的去利用，去好好的去玩。那也可以变相证明说他真的很不想上班。那对我来说呢，我在大学以前，也就是初高中的时候，也是觉得上学真的很痛苦，也真的很难受。特别是那个时候呢，作业还特别的多，如果你周日的下午没有做完的话，就会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但你在那个时候，你又没有什么动力去做那些非常复杂的功课。结果呢，就是到了周日的晚上开始大补天，开始狂干狂做，就显得自己很用功的样子。但这些都是 fake， 都是假的，我们只是在弥补一些什么。现实就是说，我们非常的抗拒写作业，也非常抗拒上班或者上学这个事情。不过在我到了大学之后呢，我整个人的压力就一下子小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目标，也不是说我要去卷我的绩点，卷我的成绩，我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放在说我想要好好的找一份实习，好好的去做，之后呢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这个是我的一个大体的目标。于是呢，我在大1大2的时候，其实对于成绩以及对于绩点是没有什么看重，以及没有什么概念的。也正因为说我对绩点是不考虑的，于是我对于上课的心态呢，就是小小的上一下就可以了吧。不过在这里也和大家去说哈，如果你的成绩可以保持在比较前面的那一些位置的话，其实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因为现在大环境实在是太不好了，如果你只是拿一个本科的学历出去找工作的话呢，可能就会因为这种内卷的情况呢，就会把你筛掉，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留多种的路，留多种的选择。那说回来哈，就是在我那个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么认真的去上学，所以对我来说，周末和周中它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概念。特别像是如果我周一没有早课的话，我就不需要去早起啊。在大1还是大2的时候，我甚至在周一特别就选择了早上一个上午都没课，我就可以完全睡到10点钟、11点钟，再慢慢爬起来去上学。其实我去上学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因为对于那些通识课，我自己本身也没有那种想要高分数的一些欲望。于是我在那一些场合里面，老师呢也在讲水水的课，那我呢也是在下面干自己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把别的专业课的作业给做掉，要么呢就是花很多大量的时间去看书。我就拿了一个我的 iPad， 好像看起来一本正经的在写些什么东西，在划拉划拉什么东西，其实我都是在看一些闲书，看一些小说书。那个时候我真的看了非常多的小说书，把这个微信读书刷了有几百个小时以上吧。那对我来说，其实周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出去玩的。只要是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可以突然一下子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转一圈。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对周末就是没有什么概念，以及没有什么界限的。毕竟咱们下课就可以立刻跑出去玩啊。
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说，我们呢没有那么抗拒上班以及上学，然后到了周末呢，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周末它就像拯救了我一样，它不会对你来说意味太多的东西。如果说你真的很讨厌上班，很讨厌上学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警惕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改变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去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而不是说一直是一种很极度的，我极度的讨厌上班，讨厌上学，以及我极度的去期待这个周末的到来。我们需要去把它维持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这样可能会更加的持久一点。那怎么样去判定说你自己对于上班和上学的一个心情是如何的呢？很直观的一个就是身体它会给到你一些信号。我和大家在之前的一些节目里面，我有提到说，我在大一的暑假有尝试去一个小小的电视台里面去实习，但是那个电视台呢，大家都是有一种我来养老，我来开心的一种心态来上班的。虽然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我每天早上10点钟上班，大概下午录完节目3、4点钟了我就可以走了，但是哪怕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节奏，我依旧是很痛苦，并且可以说是特别的痛苦。它对于我来说，它的一个身体很直观的信号就是，我实习的那一整个月里面，我每天都是腰酸背痛，腰特别特别的疼。就是在腰和你的屁股连接处有一个叫髋骨的地方，我的左边的那个髋骨就会非常非常的疼，我疼到每天都需要去贴那种清凉的药膏，但是还是依旧会觉得很痛，它只是一种短时性的会让你变好的一个信号。可能就是因为说那个环境对于我一个刚刚可能18岁、19岁的一个小朋友来说，它太冲击了。我本来以为说咱们做导演的就是要进行头脑风暴，需要去把自己的创意去落地的，结果没想到说理想和现实就这么硬碰硬的去撞上了。我去接触的那些工作内容，可能就是我今天跟着一个导演去来到了一个片场里面，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片场里去看那个老师去做手工。就做手工的话，可以一天拍3集左右，然后拍的时候就是去盯那个屏幕有没有对焦，然后有没有在居中的地方，就完全是一天里面就盯着这个事情不放，或者是就去放一些提词器，那个老师可能有卡顿了，那你就关注一下，没卡顿的话呢，你就继续这样子去录，录完了今天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我以前呢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恩人，我就是想要去学东西，想要去学习说怎么样那个流程架构，怎么样去组织出这样一个节目，去学习这些东西的。但没想到我可能更多的只是在观察一些像是放一些提词器啊，以及怎么样去拍这个画面啊，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很枯燥以及很无聊。而那个时候拧巴的一个点就是，你既然觉得你的活是枯燥的，是重复的，但那个时候我不懂得说我应该要去主动提出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有活干。可能是因为说我觉得自己是个实习生，我不太好意思和他们一起去开会，就这种场合可能我进不去，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我只是依据他们给到我的一些工作的内容，每天没事干的话，我又会很难受。不过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出一个改变。如果在那一个时刻我主动去提出说，我其实想承担一些更多的责任，去询问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开会呢，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你在那个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去学到一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在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我也是基本上是做一些打杂工的活，就例如去排版啊，公众号的一些推文的排版，去写一些文案。每天呢其实活还是蛮多的，因为你要去做这些事的话，还是要去付出你的体力的。我就会很饿，然后每天就会吃很多。但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我的生活的支点，就是做运动。我的下班时间是非常准时的，所以我回到家之后呢，可能吃好饭，过了到8、9点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运动了。每天就去思考说今天做什么运动，今天是做肩膀呢，还是做核心呢？这些事情都给到了我一些比较确信的一些开心的感觉。慢慢的我也去适应了这样每天的一个节奏了。这2点的话可以对比出来说，一个是我又觉得很无力，但是我只是把自己困在原地；另一个是我同样也知道它可能有一些无聊，有一些没什么意思，但是我能跳出这个工作以外，去找到那一些精神支柱，它不是工作带给我的，而是我的生活带给我的。
所以呢，总结来说就是你要了解到让你痛苦的点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上班，为什么如此的讨厌上学，它的原因是什么。一呢，可能就是你找到这个问题的点了，然后你去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这个工作有点枯燥有点无聊，那你要主动的去向你的领导去提出你想要什么。你主动提出的时候，你才可以有这种选择权，听到对方说可能是可以的，可能是不可以的。那如果说你只是僵在那个原地不去说的话，那你只能100%的去拿到那一个不可能没什么事情干的那个结果，那倒不如说给自己多一些选择权。在工作当中，如果你觉得没有意义的话，那就去寻找它的意义，去问别人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吗？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本身它不会给你带来一些满足感，那你就从你的生活里面，从工作以外的地方去找到一些快乐的点，去找到一些成就感的来源，它同样会给你带来一种生活以及工作上面的平衡。不是说你每天一整天工作日下来的话，你都是很难过的，然后非常丧的一种状态。所以解决你的厌班厌学的情绪呢，是获得能量以及可以让你好好休息的一个核心，是一切的基础。毕竟这个一周嘛，5天都是要上班的，如果你5天都是那么不开心的话，那其实非常难去达到一个整体的平衡。第二点呢，可以在周中的时候去设置你的快乐日。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周中下班已经这么晚了，那当然得早点回家好好休息啊。但有的时候你回到家之后，你吃好饭了，那也不是真正的休息。因为像我的话，我就是可能7点多钟7点15分左右的到家了，开始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就不想刷碗，也不想去洗澡，结果呢就是坐在位置上面去很无聊的去刷手机，依照我的惯性去刷手机，结果不知不觉的就到了9点钟10点钟，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去做，时间呢却已经到了这么晚了。所以它其实一个现实就是说，我哪怕是早回家了，但是我没有得到非常多的休息，我的能量真的有回归回去吗？但是如果你在周中的时候去做一些那些快乐的事情呢，例如我可以在工作日的中午，我去滨江去散散步，我去看一下我的湖，我最喜欢的湖，我去看一下我最喜欢的水这个意象，然后一个人呢可以在滨江的旁边去听播客，去放空，去野餐。我之前实习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去买一个像是小饭盒呀，或者是三明治，然后带到滨江那边去吃。当人类去看到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会变得辽阔，心情呢也会变好。那目前对我来说，下班开车回家可以看云彩、看夕阳成为了我的一大乐趣。我从公司刚刚开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是看到天空是蓝色的一个渐变，蓝色到黄色的一种非常柔和的渐变。我的车背后呢就是金黄色的夕阳。最喜欢的部分呢，就是我在上高架之后，上桥之后呢，正好可以看到日落最后探头的样子。我在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发现说，原来太阳可以是这么圆滚滚的，并且是巨大的，就像是一个火球一样。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妈妈都觉得说，哇，这也太吓人了吧，这个太阳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大？但是你在城市当中去看到如此壮美的景象，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大家都是在这种高楼林立的地方去生活，但是既然有一个这么壮美的自然的景观，它出现在一个可能城市里面，就会觉得它是格外的难得。于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一直会抽着空就对着那个天空发呆。我感觉可以接近自然的时刻是非常珍贵的。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云彩，而且它的云彩它每天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呢它会是非常鲜艳的橙黄色，有的时候呢它在7点多钟的时候，临近它要落山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非常可爱的粉色，就像是独角兽的颜色一样，紫色、粉色、蓝色它们交织，这个时候就会心情格外的好。那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一个打工人来说，周中可以获得的一些快乐的时刻。那同样呢，如果你在周中不回家去玩，反而可以超级无敌的回血，这个的话就需要你去找到对于你来说很回血的一个爱好了。我在上班第一天的时候，我下班之后就立刻赶去听了音乐会。那个时候真的时间无敌紧张，因为我第一天的时候我还不好意思准点下班，可能我需要看大家眼色啊之类的，导致我走得晚了一点。
结果呢，这个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紧凑，我就在便利店里面去买了一个饭团，然后一边走路一边在那边猛吃。但是走在那个去音乐厅的路上，我都会觉得很开心。那我前面呢还走着一对情侣，那个男生呢就是穿着衬衫、西装裤以及皮鞋，女孩子呢就很像那种陆家嘴非常高级的那种白领的穿搭。他们两个人呢下班之后就是牵着手慢慢的去走去音乐会的路上。我就感觉这种下班的 date 也非常的浪漫啊，两个人虽然穿的都是要去上班一样的，但是他们也是可以在这种下班的时刻能非常轻松的放松的去听一场完全没有人去干扰他们的音乐会。而且我就觉得男生可以穿的这种正装，然后人模人样的，还挺吸引人的，就不像是在周末的时候会穿的那些休闲装，就有种别样的感觉，好像是会显得成熟一点。所以在周中的时候，如果你去进行这么样子的一场约会，一场对于你来说非常快乐的爱好的话，它是一个超级大的快乐的注入。我在听完上海交响乐团夏季音乐节的第一场开幕式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8个字吧，就是横扫班位，做回自己。我那一天的第一天入职，跟很多人打交道，然后要去搞电脑，要去这里那里报道的，就很烦。我坐在音乐厅里面的那一刻，我都还在工作里面去想着那一些很繁杂的事情。但是当我去听了第一首曲子之后呢，我发现我自己整个人就慢慢的沉浸进去了，慢慢的去进入了这个音乐厅的场域。而对于古典乐来说呢，好的现场它是会拥有一种磁场的，以及拥有一种引力，它会把你吸进去，把你包裹进去。我自己的话真的是上海交响乐团的狂热粉丝，就可能在外不太敢说啊，但是在这种口播的播客里面我敢说，我简直就是他们的脑残粉，就喜欢到每一次听完之后我都会写一个1000多字的一个评价，去聊一下这每一个曲子它给我的一种感受。然后这一次夏季音乐节呢，它的曲目是非常特别的，它会有多位的指挥以及多位的演奏家，他们一起去上场去演不同的曲子，大概每个曲子可能最多也就9分钟或者10分钟，不过呢就会看到不同的非常厉害的人会出现，就一饱眼福以及一饱耳福吧。其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呢，就是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曲，然后那个钢琴演奏家呢还是非常红的，就是张浩辰，大家喜欢叫他浩辰哥哥。这个古典乐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他弹钢琴的第一声的时候，我就被捕获了，我就被吸走了。我就在想，我怎么可以这么神奇的听了第一个音符我就能被吸引呢？然后肖邦这个曲子它很特别，它又是感觉很浪漫很精致的，像是在法国然后慢慢的去喝咖啡去品咖啡那种意象，但又透露着一些野性和自由。那就像是在瑞士的时候，它的风光呢可以将辽阔的大自然景象以及很精巧以及非常可爱的一些小木屋去融合的非常好。而好的钢琴呢，它的音色也是非常美丽的，现场就是会有一种魔力，就是会有一种哇，它很立体，它真的很有一种气韵去萦绕在整个场内的非常神奇的氛围。就虽然你说听古典乐的话，它要出门，然后你要在通勤的路上花时间，回去也要花时间，我那场听完可能回到家都已经10点半11点钟了，但是哪怕是说我这么晚回家，并且第二天还要上班的情况，对我来说它依旧是一个大大的充电的行为。可能本来我大概是70分60分的一种快乐的感觉，只要听完音乐会我就变成200分。而且我在那个音乐厅那边我也会去进行社交，虽然说我也是需要独处去充电的一个人，但是这个音乐会已经神奇到说在那个场域里面我去社交我都会觉得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曲子，聊的东西呢也是哇，这个曲子怎么这么好听，就互相之间都会拥有一种幸福感的去交替去传递的感觉。所以周中你可能不需要那么早回家，不需要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早早的回家，反而是说你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它反而可以继续帮助你去续命你的上班。毕竟这日复一日5天下来该多无聊啊，还不如说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去换一换脑子。第3点，睡得晚且摆烂了的话呢，也不要去责怪自己。特别是在工作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的个人时间它比较少，于是呢就开始报复性的熬夜，像是12点钟睡觉。
我之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在11点半之前必须要睡觉。如果我没有睡的话呢，这就是一种对不起自己的表现，因为我会去计算我的睡眠时长。我特别害怕说，如果我睡眠时长少于大概6个小时或者7个小时的时候，我第二天就会很困。如果我没睡，我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责感。但是我后来发现说，这其实只是一种心理的暗示。其实对于人来说，少睡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毕竟我中午可能休息过了，我今天也快乐过了，那不就是也是一种放松吗？那它也很足够呀。只要说它没有太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就不需要去责怪自己，不如花时间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扭转当下的一个局面，去科学的去对抗我们的一个懒散。就像是我刚刚说的，为什么说我想11点半之前睡觉，但是我做不到呢？那我们去想怎么样有一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抗这样晚睡的一个局面。我在一开头有说嘛，我这个人特别懒，每次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很想去刷刷手机，然后懒得去收拾。我现在学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在吃完饭之后，当你要开始看手机了的时候，你不要让自己坐下来，你就立刻站起来，站在那边，千万不要坐下来，去告诉自己说你真的不能坐下来，你现在得去干些事情，把事情干完了你再可以休息。因为站着和坐着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你站着的时候你就可能我这里也摸一摸，那边呢也要擦一擦，但是你坐着的时候你就可能真的只是拿了个手机一捧就是半个多小时了。这些都是哄自己去做一些事儿的行为哈。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你不是很想运动，那你就哄着自己去穿上那件运动服，你穿上再说，穿上之后再问自己说要不要练呢？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些专注的事情，你可以打开手机开始种树，再开始干活。我有个坏习惯，就是在剪播客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只是看着这一些进度条啊，然后去看一些音频的轨迹啊，觉得很无聊很枯燥，有的时候就会分心，在旁边的看手机，就开始刷手机刷微博了。但是这个行为是非常效率低下的，因为如果我有一些需要去剪掉的部分呢，我的第一反应脑子就不会动得那么的快，我可能先要从这个微博里面跳出来之后呢，我再重新去听一遍，才能去进行一个剪辑和删除的动作。那我现在呢，就直接把手机全部关掉，然后开始种树，不让自己去投入在第二件事情里面，去专注的在那个当下。那反而是说我让我自己剪辑的速度变得很快。我们呢，就是在对抗懒散的时候见招拆招，也不要去责怪自己说为什么你又变懒了，反而是说我们要去找到那一些可以对抗自己懒、对抗自己想要玩的那个心情的东西，这个才可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完成更多的事情。第4点呢，要进行心灵抚慰，我们可以花时间去复盘以及展望。虽然说呢，行动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在周中的时候呢，一直像一个陀螺一样，就很难去停下来。如果说到了周末，难得有大把的时间了，那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去留给自己，好好的去思考。例如说，你可以去总结我最近这一周我做了一些什么，第一周的工作，我的快乐点是哪里，哪一些地方是我需要考虑以及需要跟进的呢？因为我自己表达欲非常旺盛嘛，我觉得说我需要去记录这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刻，也算是第一次正儿八经上班。于是我就在周六的早上花时间去写了一下我第一周的一个上班的体验。我就发现说，以前我在去总结我的个人生活的时候，我认为我会很在意的点，然后我去做了这个选择，结果呢，它真的印证了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那怎么样说呢，也是非常的肤浅吧。我本来会觉得上班嘛，就是最重要的还是看这个工作是业务啊，以及它的工作内容是如何的。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我非常希望我的上班的地点是拥有食堂的，这样我就不需要在中午的时候去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思考说我今天应该在商场的哪一家店去吃饭呢，它会不会排队呢？这有时候非常的心累，而且对我来说，我这个嘴巴实在太挑了，我就很不喜欢每天都是在外面吃饭的一个动作。因为我现在的话，哪怕我自己再忙，我都要烧自己的饭，然后吃家里面的饭菜的，这样才会让我的整个人会比较舒服。那我现在呢，拥有了食堂之后，我就觉得哇，我每天也太幸福了吧。而且我们食堂真的特别好，它甚至会有一个群去喇叭说，今天中午吃什么，今天推荐菜是什么，早饭中饭晚饭它都有。
这个就是印证了说我曾经在工作当中我很在乎的点。拥有食堂，它确实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幸福感。那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特别在乎这个点呢？就是靠的是我花时间去复盘，去看我的感受，去尊重我的感受，然后再去未来做选择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是说，我其实是在乎它的，我就会去选择这些点。那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可能这个有没有食堂其实都无所谓，但对我来说，有食堂它的幸福感就会给我激增。那关于工作的话呢，我会去思考说未来我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增进我的工作能力，去提升我的专业的能力呢？我就会去列一下说我目前短期的一个目标以及长期的一个目标，然后去罗列下来请教我的直属领导。我想要说我目前做的事情以及未来做的事情，它是有一个规划的，有一个长线可以去做的。那同样我也会去复盘我这周的一个情绪，为下一周呢去做一些调整。只有当我们有这个大把的时间去停下来思考了，你才能感受到说我真的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如果你总是在行动的话，你可能就只会原地踏步，或者是说你只会没了自我。但反而是你停下来之后，你去看看自己，你才可以知道说我的进步的方向是什么。第5点，关于如何有效的去充电呢？我们可以去设置周末放纵日，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要格外对自己好一点。毕竟周中工作日的时候和周末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我就会格外的去创造一些小奖励。一般来说呢，我在工作日的时候晚上呢都会在睡前把空调关掉，然后第二天呢比较热的情况就很容易醒嘛，就热的自然醒，就可以比较清醒的起床。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一定要早起的一些要求，我就会把这个空调全天开着，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奖励。所以我会去期待这个周末的到来，我会去期待说我可以不用那么早的起床，然后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那同样我在周末的时候，我很喜欢去吃垃圾食品。高3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每一周都要吃炸鸡以及要喝奶茶。不过我平时是不吃的哈，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我会去进行放纵。前提呢就是你周中要吃的比较健康，吃的是家里面的饭呀，或者是吃的是一些菜啊、饭啊之类的，保持一个生活的平衡。那对我来说，我可能想象到的非常快乐的时刻呢，就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吃这些炸鸡、薯条、鸡翅，然后去看你喜欢的综艺。而且在周末的时候，真的是熬夜都没关系，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我家里总会跟我说，哎呀，马上要上班了，那你这几天要好好收收心，早一点去适应这个上班的生物钟，不要出去玩了。但是我现在在想，凭什么？为啥呀？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呀？我应该更多的去珍惜我休息的时间，有这个时间我就应该去多玩，爽了的话，那几天才更容易被记住，你才更好的有这个静下心来的心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因为你知道我已经玩够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了，那我现在来说只能工作了嘛，否则你心里就像梦魇一样，你一直想着去玩。我就记得戴老师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跟他约了一整周狂出去玩。就对于爱人来说，其实一周的话大概出去个2次基本上都已经算很多了。但那一周我跟他排了非常多的任务，像是周一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公园，然后去吃了海底捞，结果呢还去迪士尼玩了一整天，然后还去进行了杭州的1日游。但是那一周我就会觉得度过得非常开心，只有这种放纵的记忆才会被人很深刻的去记住。而且我看到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周末当作假期去玩。有人会觉得说周末的话就应该好好休息，这样可以在工作日的时候能好好上班。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它重点不在于说工作呀，而在于说我怎么样去活得开心。如果你只是做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明天可以好好上班的话，那你为什么你的生活要围绕着你的工作来走呢？我们应该围绕开心来走。就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在曾经当中非常快乐的周末的一些记忆，是不是说你真的玩得很尽兴的那些时刻呢？有的时候我会去翻我的照片嘛，我会去看我每个时期我会觉得我自己状态很好的是哪一些时刻，
我就想到说，都是春天的时候，就像是我在去年的春天，我去了非常多地方玩。我和我的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去苏州2日游，然后也去杭州去拜佛，去看了非常多的绿树，还去看了绣球花。那个时候我也非常的忙，又需要去忙一些实习的东西，然后那些工作呢可能都做不完，我就是完全抓紧了那个时间去玩的。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那个时候我是最开心的。毕竟我打扮得非常漂亮，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也体验到了很多很别样的一些经历。虽然那个时候真的是周日回来，然后就要睡觉了，第二天就要上班了，但是它依旧是很值得的。毕竟如果我只是懒在家里面，什么事情也不做的话，我真的就能休息得更好吗？反而是说我可能会因为一直在刷手机、刷小红书，去进入一种很迷茫的、很空洞的惯性里面。我觉得 S 人他非常擅长的一个点就是你去回看、去回想我曾经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去分析它为什么，然后再去反观到目前自己的一个状态。我现在领悟出来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我就要大干特干，我就要玩，就要去实现我很多的心愿，不要去犹豫，去主动的去接近那些快乐的东西。以前会觉得说，哎呀，周末就应该无所事事，这才是非常开心的，摆烂就是一种开心。在周末的时候，如果你还去工作，甚至去搞副业的话，它会去占据你很多的时间，会很累。但是对我而言，我发现说，我只有在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循环里面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是有意义的，是状态好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做副业的时候，你做成了的话，你就会格外的开心。于我而言呢，摆烂反而会让我有一些负罪感。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我才会觉得我的状态是很棒的。在周末的时候去花时间去投入在这些副业上面，我去做播客，去做小红书，反而会让我心情变得更好。但是它并不会影响说我工作日的时候它依旧是有精力的。我在这一周的时候呢，就去约了我的家人一起吃饭、见面以及聊天。我的娘娘又找我聊天，然后带我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去吃蛋糕。那同样呢，也是在一开头有说嘛，最近的滨江的日落实在是太漂亮了，我就打算今天的时候可以去拉着戴老师找到一个滨江的口子，去看到一个高点，去认真的定下来去看一看夕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不想要去错过那一些我格外喜欢的东西。那今年还有一个发现就是说我开始喜欢上了绿色，因为我很喜欢绿树。有时候我看巴黎我拍那些照片，我看到女孩子们围坐在雕塑面前去聊天、去野餐，沐浴着这个阳光，在8、9点的公园里面去吸收养分，去喝酒聊天，去交换他们的食物，就会觉得哎呦，巴黎人他们真的太会生活了。就哪怕是工作日的时候，他们依旧可以花这个时间慢慢悠悠的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面去吸收太阳。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学习起来，因为公园的能量是非常强的，只要人你进去走一圈，你都会觉得好很多。我现在就会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所有的心愿，快乐是最重要的，充实是最重要的，一切范围之内去争取快乐，去争取自己的能量，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延长周末逃离班位的小秘诀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平衡，是过得开心，并且可以长期的去坚持，而不是说我这一周过的是痛苦一阵快乐一阵。长期主义的生活才是最容易坚持的，找到我们的周末充电方法，可持续的去生活吧。大鱼下期再见，祝你健康，祝你幸福，拜拜。好学猫